竹马家中有个投亲的孤女，她学我的一言一行，穿红衣，戴红玉，读医书，没脸没皮地追在裴韵身后。裴韵厌烦至深，百般刁难羞辱，趁夜将她丢在城外破庙。天亮之前跪到将军府，我便娶你。城门铆正才开，谁都知道这是又一次戏弄，嘲讽孤女自取其辱。可我能看到旁人的爱意值，那夜他每走一步，裴韵的爱意值便上涨1分。他自小嘴硬，我也一样，所以即便心如刀绞，也要先一步退回定情信物。这次他不再低头哄我，而是冷笑：你19岁才除孝，除了我，谁还会娶你？可我转身应下了王府将死的病弱世子的婚事，风风光光出嫁。我金韶若就是守寡，也绝不吃一碗家生的饭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柳县被裴韵带到了城外破庙。我闻讯赶到时，恰好看到说要离开的裴韵隐匿身形，翻身上树，视线紧紧跟随不远处的红衣女子。春寒料峭，她衣裳单薄，一步一扣，身形摇摇欲坠，仿佛稍有不慎就会被风吹倒。一条颜色浅淡的红线映入眼帘，红线上方的数字不断变化，12、13、14。柳县每下跪磕一个头，便上涨1分。见此，我的脚步不由顿住。我有个秘密，10岁那年大病一场，我忽然能看到男子与女子之间连着一条红线，或深或浅，上方不断变化的数字叫爱意值。爱意值越高，红线颜色越深，感情越重。柳县整日追着裴韵跑，对外自称是他未过门的娘子，我却从不在意，只因我看得分明，连接2人的红线颜色淡得几乎看不见。裴韵对他无意，可现在我以为永远不会变化的数字正一点点往上升，就仗着自己身世可怜，死皮赖脸地纠缠裴小公子，真是不知廉耻。贴身丫鬟红叶咬牙切齿，我与裴韵青梅竹马，在他心中裴韵注定是我的人，自然是看柳县哪里都不顺眼。他扯了扯我的衣袖，小姐别管他了，他处处模仿小姐，妄图勾引裴小公子，小公子这是替你出气呢。真的是在给我出气吗？我失神地望向月光下明显变深的红线和仍在攀升的数字，心底惴惴不安。裴韵自小习武，一向敏锐，我和红叶来时动作不轻，他应当早就察觉才对，除非他将所有心神都系在另一个人身上，眼里再也容不下其他事物。啊！突如其来的惊呼声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我循声望去，也惊得险些出声。柳县前方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头狼，露着嗜血的獠牙，虎视眈眈地盯着他。他吓得瘫软在地，抓着一根拇指粗的树枝，虚张声势，声音发颤：别过来，我不怕你。我带着红叶悄悄回到马车上，还好出来时带了火折子，可待我生好火把再回来，却见一地狼藉和劫后余生后紧紧相拥的男女。裴韵以一个绝对保护的姿态将柳县抱在怀里，语气一贯的差：你傻？看到狼不会求救？柳县带着哭腔，声音脆弱又坚定：一个人走完这条路，你就娶我，是你说的。裴韵，如果不能嫁你，我宁愿去死，真拿你没办法。一阵叹息被风送到耳中，我听到裴韵说：好，我娶你。啪！火把落地，红线颜色深得像血，50变成了89。柳县惊喜又不安，那金小姐呢？她若是生气，提到我，裴韵语气柔了下来。你别看韶若嘴上总是不饶人，其实心肠最软，我会让她接受的。今夜月色皎洁，我眼神很好，于是清清楚楚地看到柳县与我对视，笑着张嘴做口型。我赢了。第一次见到柳县时，他便是这般仰着脸，神情倔强。我知道裴韵以前喜欢你，但水滴石穿，我相信就算他的心是石头做的，我也会让他爱上我。如今那颗石心真的被他滴穿了。我一直觉得奇怪，裴韵对不喜的人向来敬而远之，唯独对待柳县，嘴上厌恶，却一次次主动刁难，凑上去欺负。
如今才知道，不是没心动，只是他总是那么迟钝，而爱一直也是可以厚积薄发的。不要脸的小蹄子！赶来的红叶气愤地要冲上去，我按住他，回去吧。小丫头气红了眼，小姐，您还不快去把裴小公子抢回来？抢？怎么抢？裴韵的心不受我的控制。今日他爱上柳县，我可以去抢回来。那明日他爱上张县、徐县，又该怎么抢？母亲和父亲的妾室争抢了一辈子，争得头破血流。离世前是尊严也没了，钱财也没了，父亲甚至没来看他一眼。临了只剩红颜枯骨，一捧黄沙，浓重的无力和疲倦感席卷而来。我扯了扯唇，走吧。3个月前，柳县手握信物敲响将军府的大门。他祖父与裴家有旧，曾约定儿女婚事。裴家大公子温润如玉，二公子体贴入微，他偏偏选中了性情最恶劣的裴韵。哪怕裴韵不喜他唯唯诺诺，早就扬言此生只娶我一人。为讨他欢心，柳县下足了功夫，学我穿红衣，戴红玉，一颦一笑都仿得有模有样。我是上京出了名的离经叛道，世家贵女却抛头露面，在外行医。他便也捧着医书，日夜苦读。裴韵曾当众将铜板砸在他脸上，爷赏你的，买个镜子回去照照，你浑身上下处处粗鄙不堪，也敢学我的韶弱？他嗤笑，东施效颦，不自量力。如此羞辱，寻常女子听见早该羞愧落泪了。可柳县不是寻常女子，人如其名，她的生命力和线草一样顽强，愈挫愈勇。裴韵爱吃甜食，为做出古法藕雪糕，她可以上山下海寻原料。少女满手的伤，满脸的泥，唯有双眼亮得吓人。裴韵，我特意做的，你尝尝，喜欢的话。话未说完，裴韵不耐烦地打断，什么杂食也敢端来，狗都不吃。那碟子藕雪糕最后被下人丢给了看门犬。事后裴韵向我邀功似的说起，谁知道他在里头加了什么东西，乡野丫头惯会算计。那会儿我还没见过柳县，听到这话难免觉得过分。我听闻他待你很好，不像心思深沉之人。你不懂这些平民女子多想攀龙附凤，你家那位继室不就是？再说彼时细雨绵绵，廊下只有我们。他执起我的手起誓般，旁的女子再好也与我无关。裴韵此生只娶金韶若一人，誓言入心，亦成执念。这句话一遍遍在耳边重现，由远及近，温柔缠绵的声音逐渐变得空洞阴森，沾着血的匕首捅进耳朵。我猛然惊醒，后背的冷汗早已浸湿了衣衫。门外人声吵嚷，忽高忽低，听不真切，无端扰人心烦。一夜未睡，今早回来又被庶妹拦在门口纠缠许久，不过浅眠片刻都不得。我皱眉，披衣起身出门。红叶和另一个小丫头叉腰守在门前，一副与人对峙的模样。院中静静矗立的身影挺拔修长。裴韵，你想要回血灵芝？裴韵别开眼，唇线绷紧，这是她一贯心虚的表现。血灵芝生长在高山险峻之处，极其稀有，难以寻觅，整个上京都找不出3株来。我手中这一株是他去年送的生辰礼，为此他寻了整整1年。韶若，情况紧急，先借我一用，往后我再给你寻更好的。血灵芝可知若疾，将军府中住的孤女柳县，便是天生不足，体弱多病。我垂眸，视线触及腕上与它相连的红线，颜色同昨夜，它们之间的那条一般鲜艳。是否如今柳县在他心中的地位也与我一样了？给你可以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莫说一件，便是10件也应。他松了口气，说话也轻快起来。以往只要我开口，就没有他做不到的事，可惜这次注定要叫他为难了。我道，将柳县送走，这与他有何干系？看着他下意识僵住的神色，我自嘲地低头笑笑，彻底寒了心。这世上的男子都一样，我早已看清，却还是不死心的求证。裴韵，我没有容人之量，血灵芝只有一个，你也是，给了旁人，我便不会要了。我不喜欢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有些事
一开始说不清，藕断丝连，只是自寻烦恼。裴韵面上闪过短暂的慌乱，张口要解释时，不知想到了什么，眉头骤然拧紧。不过一味药，你不是整日念叨医者仁心，何必如此计较？这京中谁人不知，我裴韵就是你身后的一条狗，哪有什么旁人？我听出他语气中藏着怨气和不平，眼前浮现那日柳县的挑衅之言。女子就该温柔贤淑，柔弱顺从，你对裴韵呼来喝去，她迟早会厌烦。我与裴韵7岁相识，到如今12载有余，外人面前威风凛凛的裴小公子，只对我俯首称臣。父亲宠妾灭妻，母亲去世前，房中连个大夫都请不来。那是大年夜，家家张灯结彩。因我一句话，裴韵不顾家人阻拦，冒着风雪，敲遍城中所有的医馆，终于替我寻来一位大夫。母亲得以熬过了年。京中男子大多16便要成婚，至多不过20。我为母亲守孝，她便顶着父母族亲的压力，通房都不曾耐过。裴韵是家中幺子，万千宠爱中长大，人人都要顺着哄着她，唯独在我面前，总是她顺我哄我。我脾气不好，她也是，可她会为我敛去满身尖刺，将最温柔的一面展现给我。母亲说，世上没人会永远无条件的对我好。我信誓旦旦地告诉她，裴韵会。我相信她待我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，却没料到那些好终有一日会变成嫌隙的裂口。我还是将血灵芝给了裴韵，连同母亲去世时她赠的那枚红玉一起。血灵芝和红玉今日都还你，你我就此分别，再不相干。裴韵闻言神情一滞，为了一株灵芝，你便要与我恩断义绝？你当我是什么？他还在装糊涂，妄图避重就轻，心头涌上阵阵无力。我闭了闭眼。裴韵，你我之间有些话心照不宣，你又何必装糊涂？早在决定与他携手余生时，我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展现在他面前。他该知道，我不会接受与人共侍一夫。无论真心与否，在他对柳县许诺娶她时，我们的缘分就走到尽头了。不想再纠缠，我让人送客，转身关上房门。这是你说的？除了我，没人受得了你这个脾气。到时候别哭着回来求我。你守孝3年，19岁出孝，我倒是要看看10日后出孝，除了我，谁还会求娶你？门板挡不住他气急败坏的怒吼，脚步声远去，眼泪再也忍不住，决堤而下。我允许自己为他哭一次，哭完便要向前看了。1日昏沉，入夜，父亲身旁的小厮来寻，命我一起用晚膳。这倒是奇了。母亲去世后，他和威瑞阁那家子和和美美，巴不得我遁地消失，永远不出现在他们面前。不过看到面色不善的金坛若时，心中隐隐有了几分猜测。金坛若自小婚约在身，南阳王府世子，出身尊贵，人中龙凤，本是一门顶好的亲事，奈何半年前世子中毒，一病不起。寻遍天下名医，宫里太医去了一波又一波，就是不见好转。金坛若母子观望许久，早就有了打算。南阳王不止一个儿子，他死后自有其他人顶上世子之位，此时嫁过去，注定是一辈子守寡。几日前，王府派人来商议婚期，听闻那世子病情愈发严重，急需一场婚事冲喜。这母女俩怎么还能坐得住呢？今早金坛若将我拦在门口，得意洋洋地漏了口风。他们一家早商议好了，等着我替他跳这个火坑呢。果然，菜还未上桌，父亲开了口：前几日南阳王府提亲，定了你。为父知你与那裴韵走得近，但他一无官职，二非嫡长，前途自是没有世子好。不知我儿意下如何？屋内烛火通明，将一桌人的嘴脸照得清清楚楚。虚伪的父亲，做作的继母，窃笑的妹妹，多看一眼都叫人恶心。我嘲讽道：都决定好了，还来问我做什么？金坛若捂唇：是啊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姐姐定然不会做那不孝之人。其母王氏笑得温婉，若儿就是懂事，不像话，这么大了还跟小孩似的，口无遮拦。娘！金坛若娇嗔一声，娇笑着跌入母亲怀中，一面去扯父亲。
娘这嫌弃我呢，爹爹，你也不管管。夫妻恩爱，母慈子孝，这样圆满的场景，我和母亲从未拥有。金坛若依偎在父母怀中，挑衅地望向我。这么多年，还是只会这些小伎俩，愚蠢。面对这样一家子人，实在倒胃口。饭菜上桌，我扔下筷子，我身体不适，先回了。说罢，不管身后的反应，带着红叶回房。小姐，南阳世子都快死了，就算与裴小公子赌气，也不能拿自己开玩笑啊。这以后可怎么办呢？知道我应下婚事后，红叶急得团团转。我有些好笑的看着这个满脸苦恼的小丫头。于金坛若来说，嫁给一个将死之人是火坑，但对我而言，这反而是个机会。这些年，京中无人不知我与裴韵之事。如今，他即将承诺另托他人，我便和他再无可能。但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不会轻易放手，也没什么好人家会愿意得罪将军府来娶我。我没有托底的父母兄弟，不可能在家中赖一辈子。与其等来日草草嫁给什么歪瓜裂枣去争丈夫的宠爱，不如守着一个牌位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曾听闻南阳女子守寡，可自立门户，或许有一日机遇也会轮到我。想到这里，几日来心中的郁结都消散了。这几日上京十分热闹，有关裴韵和柳县的事以各种途径传入我耳中。某日某时，裴韵带柳县在某某楼豪掷100金，买下一套价值不菲的衣裙。原话道：阿县肤白，最衬这件红衣，无人可比。某夜某地，柳县思念亡母，裴韵为他逝去的亲人放了1000盏孔明灯。孔明灯原是我教他放的，如今竟成了他哄别人的工具。金坛若爱看我笑话，我出门也要整日跟在身后奚落。本以为那裴韵待姐姐情深意重，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嘛。我恍若未闻，自顾自走进酒楼。还有3日便要出嫁，往后大概很长时间都吃不到上京的食物了。趁现在多吃些，还能留个回忆。梅如愿看到我失魂落魄的狼狈，金坛若跺跺脚，不死心的跟上。未来夫君是个朝不保夕的病秧子，旧情人也有了新宠，姐姐如今是何心情？不如你求求我，我帮你和爹娘说说好话，给你多备些嫁妆，出嫁后也不至于1年都熬不住。你要嫁谁？我和金坛若同时愕然抬头，望向2楼凭栏立的锦衣男子。裴韵居高临下，低垂的眼眸满是阴鸷。我难得与金坛若有默契，谁也没开口。金坛若怕他知道，会阻止这门亲事，到时倒霉的又是他。我也怕他知道，做无谓纠缠。没人回他，他声音加重，又重复了一遍：金少若，你要嫁给谁？气氛一时焦灼。打破僵局的是娇俏的女声：阿韵，哪有你这样问的？片刻间，裴韵身后款款而来一位红衣女子，腰间红玉随着走动摇摆。她盘着上京正时兴的朝云髻，发间白玉簪，我曾在裴夫人头上见过。裴韵要对一个人好，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。今日的柳县哪里还有几日前的拙气，俨然一位深闺娇养的世家小姐。她低头朝我扶了扶身，对裴韵笑道：满上京除了你，谁敢娶金小姐呢？金小姐要嫁入将军府，自然是要多备些嫁妆。裴韵面色稍缓，也是，我与她这么多年，谁人不知，谁敢娶我？再者，以我的家世声名，除了她，还能找到什么好归宿？她唇角勾了勾，很快又压下，脸上端着傲气。将军府可不是随便什么人，想嫁就能嫁，想不嫁就不嫁的。这是第一次，她没有主动递台阶，端着架子等我低头道歉。我正要开口，裴韵身后蓦然传来嬉笑声。阿韵方才还对柳县说，她想嫁你就娶。看来裴小公子真是2副面孔，让我瞧瞧，又是哪位小姐为你心？那人探头看清我的刹那，声音戛然而止。他双眼瞪大，看看裴韵，又看看我，欲言又止。裴韵阴沉的视线在我身上停留，良久，他移开眼，搂过一旁的姑娘，唇边溢出宠溺的笑。阿县乖巧，从不顶嘴，为我做了那么多事，叫我如何舍得拒绝他？他瞥了我一眼，不像有些人没心没肺，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。
我充耳不闻，抬脚就要上楼，却被匆匆下楼的店小二拦住。金小姐，裴公子说今日本店他包下了。裴公子还说，他满脸为难，磕磕绊绊，还说往后只要小姐来，他都包下了。还是请您去别家看看吧。我猛地看过去，裴韵薄唇微勾，悠然散漫地把玩着柳线的发丝。将军府小公子想要为难一个人，也是不遗余力的。今日这顿饭注定吃不了了。心底悠悠叹了口气，我转身离开。走到门口，还能听到裴韵刻意放大的声音。本少爷如今就是喜欢阿宪这般温柔乖巧的女子，不像某人吃里扒外。我脚步顿了顿，继续往外走。金檀若挤上马车，轻眼唇角嗤笑起来，语气幸灾乐祸。姐姐得感谢我将王府的亲事让出来，否则裴韵不要你，你还能在京中寻到什么好亲事？我最后一丝耐心告罄，一巴掌扇到他脸上。他捂住脸不可置信，眼含怒火，你敢打我？往日你仗着裴韵的事，目中无人便罢了，现在他裴韵看你一眼都嫌脏，你怎还敢如此嚣张？又一巴掌打下去。我拿出手帕擦了擦手，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脸颊上的红痕。对称了。你说的对，我没了靠山，又要去跳火坑，到这个地步，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？我冷笑，你大可回去告状，最好让父亲打死我，否则大婚日我定一头撞死在府门前。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我金韶若从来便不是什么逆来顺受之人，即便我嫁给病世子，往后你也要尊我一声世子妃。你，他指着我拟了半天，脸都被气红了，却不敢再说半个字，捂着脸哭哭啼啼跑远了。金檀若走后，我将红叶和马夫遣回府，独自走向观星阁。前朝帝王欲求长生，建观星阁，广昭天下方术之事。宫变中，观星阁所有术士和工人被困其中，受烈火焚烧而死。当朝修缮时，常有工匠离奇死亡，还有人听到里面传来惨叫哀嚎。重建未完成，便被迫停止，如今都还荒废在城西的角落，无人敢靠近。四周杂草丛生，罕有人迹。暮色翻涌，确认无人经过，我拨开遮掩的草丛，墙角的洞显现。这是我的秘密基地。幼时外祖一家获罪，父亲不再宠爱母亲，府中权柄尽数交于王氏。金檀若在学堂里拉帮结派，以多欺少。我那时身板弱，连他一个人都打不过。有一次被追到这里，走投无路，从洞里爬进去，待了一夜。那夜繁星灿若，月色无边，心中所有委屈和恐惧都消弭在浩瀚银河间。后来每次心情不好，我都会到这里待上一整日。观星阁顶楼开阔，半城景色接入眼底，再大的烦恼也显得微不足道。只有在这里，我才觉得这世间还有一处是属于我的。我躺在熟悉的位置，迷迷糊糊睡了过去。再醒来，天色已暗，耳边隐约听见人声，宿主、攻略、加快，模糊不清的片段传入耳中。我起身，警惕地将身形隐匿在暗处。约7尺外，立着一道熟悉的背影，红衣鼓动，是柳宪。他一个人站在那里，自言自语，不知在说些什么。不对，我目光一凛，他并非自言自语，另一道声音显然不是他的。可那里分明只有他一人，他站的地方没什么遮挡物，不可能有我看不见的人。另一道声音就像是凭空出现，他和那道声音有来有往，不知在为什么争论不休。我屏住呼吸，生怕被他发现，可惜离得太远，只能听到意义不明的几个模糊字眼，什么培运、好感值、攻略进度，都是些我听不懂的词。好感值倒是能猜出1、2，大约是和爱意值一样的东西。这柳宪并非只是一介孤女，可她到底是什么人？这又是妖术还是仙法？脑中思绪混乱不清，我甩了甩头，眨眼间在定睛，方才还在那里的柳宪忽然消失了。我连忙四处张望，却许久不见人影。转身离开之际，余光中闯入一个人影，心漏了半拍，我闪身避开。只见方才莫名消失的柳宪正持匕首，站在我原本站的位置，眼冒凶光盯着我。本想留你一命，
这可是你自己撞上来的。此时的他与我先前看到的所有形象大相径庭，他手中握刀，面露狰狞的杀意，看不出半点裴韵面前委曲求全的模样。他举起匕首向我冲过来，速度快到我躲避不及，我只能徒手抵挡住他的攻势。他全身力气压到我手上，即便我拼命阻挡，刀尖仍在向我心口靠近，并且越来越近。再这样，我便要死在这里了。刹那间，我也不知自己哪里来的力气，心一横就调转了刀尖。楼梯处传来声响，柳宪冷不丁凄厉道：“即便你杀了我，我也不会离开阿韵。”我看到他唇角的弧度，心道不好，连忙撤开，却已来不及了。血肉被刺破的声音清晰入耳，眼前之人胸口处顿时阴出一大片血迹。他穿着红衣，血浸透衣裳，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一样。金少若，裴韵惊怒的声音将我从震惊中拉回，我连忙松开手，才发现手上已经沾满了鲜血。柳宪满脸痛苦，摇摇晃晃摔了下去。这个场景，任谁来看都会觉得是我行凶。裴韵飞身接住柳宪，吼道：“你做了什么？”我真没想到柳宪会为了陷害我做到这种地步，可惜我也不是任人拿捏的人。匕首是他的，也是他自己捅进去的，你若不信，去找大夫辨认伤口便是。自己捅和别人捅的，伤口不难分辨。柳宪虚弱地咳了几声，渲然欲泣：“不怪他，是我自己。”他满身是血，面色苍白，瑟缩着躲进裴韵怀中。裴韵好感值+5，总好感值99。这是那道声音。我不动声色地观察柳宪的表情，他唇角勾起一抹微不可见的弧度。再看向裴韵和他之间的红线，爱意值依旧停留在89，没有任何变化。看来这二者不是同一个东西。只是突然听到这个声音，我更加确定柳宪不是寻常人。那么他靠近裴韵，也一定别有目的。想到话本里杀人剖心的妖精，心中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。裴韵，你听我！柳宪呕地吐出一大口黑血，裴韵怒容更盛，还想狡辩。你是说他事先在你的匕首上涂毒药，赌上性命来陷害你吗？我皱眉望向他胸前还未拔出的匕首，越看越熟悉，不由大惊。这把匕首是裴韵送我的15岁生辰礼，可这东西我早就连同他送的其他礼物一起叫人送了回去。这柳宪莫非真是什么妖？若是如此，只怕伤口也能伪造。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有心无力，百口莫辩，说不出话了。裴韵冷笑：“解药交出来，今日之事还有转圜的余地。匕首我早已送还于你，至于解药，恕我爱莫能助。”我烦躁地说完，就要离开，没走几步，后腰一麻，整个人瘫软在地。倒下的瞬间，我侧过头看清了裴韵还未收回的手。他蹲下，语气软下来：“韶若，别闹了，解药在哪？”我知道这几日我做的过分，可那也是你先惹我生气。她只是个小姑娘，只要你交出解药，好好道歉，我保证3日后定会上门求娶你。我咬牙，一个翻身离开他的怀抱，激道：“说了不是我，再不带他寻医，他便真要死了。”裴韵望着落空的手，一连道了3个好。那你便在这里躺一夜，好好反省吧。说完，他抱起柳宪大步离开。裴韵点了我的穴位，四肢酸软无力。不知过去多久，我昏昏欲睡时，一股奇怪的味道飘入鼻尖，还伴随着微弱的噼啪声，气味越来越浓，声音也越来越大。我猛然清醒，就见空中飘起的浓浓烟雾，起火了。突如其来的大火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，身体半边都是麻木无力的。我强撑着站直，便已经花费了大半力气，满身都是汗。火是从下面烧上来的，烟雾从楼梯里冲出来，只怕这条道已经走不通了。我一步步艰难地走向边缘，观星阁比城墙还要高些，一眼望下去，深得令人胆寒。是烧死还是摔死？咬着牙翻上栏杆，我闭上眼，不管不顾地往下跳。死也好，活也好，都是赚的。头疼，这是我醒来后唯一的感觉。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红叶咋咋呼呼地大喊着，一把抱住我。
你都睡了一天一夜了，可把奴婢吓坏了。我安静地听他说坠楼后发生的事。原来那日是南阳王府的世子救了我，他赶来接亲，冒夜入城，恰好撞上大火，又见楼上有人影，便叫府兵围了布匹被褥，接住了我。赶得未免太巧了些。对了，小姐，裴小公子来找过你。说到这个，红叶脸色一沉，气鼓鼓地咬下手里的糕点，口齿不清道：我还以为他待小姐顶顶好，可他这次实在是太过分了。他居然说小姐心肠歹毒，要害那个孤女，还敢说威胁之言。我问说什么了？若他不道歉，先前约定就此作废，他永远别想嫁进将军府了。小丫头模仿裴韵的语气神态，逗得我忍不住笑出声。我与裴韵有约在先，我为母亲守孝3年，出了中秋，孝期一过，她便上门提亲。当时信誓旦旦的裴韵，应该想不到今日她会以此要挟我吧。不过这些都不影响婚礼顺利举行。我原本不期待这桩婚事，但一大早起来忙忙碌碌，换上嫁衣，心底反而升起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。嫁衣鞋子原本都是给金檀若准备的，她比我身材矮小些，走了几步路脚就挤得生疼，一时不慎便崴了脚。小心！手被一只大掌托住。男人嗓音温润，不似想象中那般病弱无力。心念一动，我佯装站不稳，巧妙地抓住他的手，迈向陈池，的确身中剧毒。我敛下心思，跨过门槛，出了门，从此便是另一方天地了。上了花轿，我掀起盖头，喜乐吹吹打打，轿子摇摇晃晃，走了大概1炷香，外头嘈杂混乱起来，听声音像是有人当街纵马，不管不顾地冲了过来。不多时，我听见裴韵急促的声音：韶若。还是被他知道了。我就知道裴韵这个性子，知道之后定会大闹一场。今日之后，不知又会有多少话编排出来。南阳王府虽不是皇室血脉，但到底是一方王侯。今日这样的动静，怕以后是没有我的好日子过了。阁下是……我愣住，没想到世子会亲自出面。裴韵却不理他，大声喊我：金韶若，出来！你敢嫁给别人，那我们这么多年的山盟海誓算什么？他口无遮拦，说话暧昧不清，我似乎能听见外面有多少人指着我骂不守妇道。随行的府兵上前拦，自然拦不住将门出身的他，人倒了一片。裴韵走到花轿前，弯腰伸手，似要揭开轿帘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另一个身影挡在轿前。阁下是裴将军幼子吧？在下南阳王府谢行云。滚开！裴韵沉声。面对他的无礼，谢行云显得十分从容。他缓声道：谢某3日前入京，恰遇观星阁大火，救下一个跳楼的女子。谢某有些不解，观星阁久不修缮，近日大雨受潮，便是一楼先起火，楼顶的人也能在发现之后逃出，何故要等到大火蔓延，跳楼求生呢？后来才知道，那女子被人点了穴位，无力逃离，险些葬身火海。你说什么？裴韵像是才知道，顿时急了。韶若，你可有受伤？为何我不知道？他不管不顾地推开谢行云，一把拉开轿帘。还好我在他刚来时便盖上了盖头。别怕，我带你走，过些日子，不，今日我便去你家提亲。怕他乱来，我打断他。不必了，是你说的，将军府不是谁想嫁就能嫁，我的身份地位实在配不上。裴韵，这些年我感激你的诸多帮助，但我自认也不是从未付出。10岁你落水，我拼死拉你上岸；14岁你中毒，我以身试药；17岁你家中逢变，我也曾奔波数日。我顿了顿，轻声继续道：若是这些还不够，观星阁一遭，我险些因你丧命，也算与你两清了。倘若还顾念几分旧情，就给我留些颜面，放过我吧。裴韵。隔着红盖头，裴韵踉跄离开的背影失落狼狈。上京到南阳足足走了7日，谢行云病弱的身子刚出城便扛不住了，坐上马车喝着参汤养精神。我随侍左右，朝夕相处，我发现这个南阳王世子为人处事温良恭俭，出身尊贵却不自是金骄，就是身子弱得很，走时不咳3下，
远行实在艰难，因此我很好奇他为何要自己来接亲。我这么想，便也这么问出口了。他答：你嫁给我本就不幸，可我无法改变这桩婚约，只好尽我所能补偿一二。连日奔波，他形容憔悴，俊美的面孔上是常年累月堆积的病气，却并不显得死气沉沉，反而成了另一种病态的美。可见病魔对上美人也要心软3分。算来谢行云还要比我小上1岁，油然而生的怜惜涌上心头，我照顾他更真心了些。南阳地界，气温渐升，马车颠簸，别说谢行云身体不好，就连我也快受不住了。终于在天黑前住进客栈，谢行云应当是最难熬的，却还是下车将我送进房间，才安心离开。等我，明日来接你。他声音有些虚弱，唇角一抹温柔笑意。等他身影完全消失，我关上房门，卸下一身钗环，脱力躺倒在床上。哒，轻微的动静在空旷的房间异常明显。我等了半晌，没再听见什么声音，才起身扫视着这间屋子。客栈最好的房间，空间很大，意味着很多地方都能藏人。我强装镇定，缓步走到门口，手刚触碰到房门，身后熟悉的气息袭来，口鼻被捂住。猜到是谁，我就紧的心放了下来。温热的气息洒在脖颈间，耳畔是低沉的嗓音：是我，裴韵。我点了点头，桎梏我的手才慢慢松开。是你父亲逼你替嫁是不是？裴韵双眼通红，双手紧紧抓着我的肩膀。一定是，谢行云就是个短命鬼，金坛若不想嫁，便逼着你嫁。别怕，有我在，谁也不能强迫你。我打断他的幻想，是我自愿的。本以为那日花轿前已经说得清清楚楚，他当日失魂落魄离开，我还当他想通了。谁知他竟跟到了南阳，瞧着胡子拉碴，双眼猩红，估计一路都没怎么休息。我厌烦这样的纠缠不休，干脆扯下所有窗户纸。城外你应柳县娶她时，我在场。话音落下，裴韵的脸上一瞬间失去所有血色，异常苍白。他喃：怎么会？他难以置信地望着我，我不可能察觉不到。我无奈地笑了笑。你满心满眼都是柳县，自然注意不到。你说你会娶她，还说会让我接纳她。抱歉，裴韵，我永远无法接纳。我怕的是有一天自己会像母亲一样，为争男人的爱变得不人不鬼。更怕裴韵像父亲当年逼迫母亲一样，用尽手段逼迫我接纳旁人。所以我宁愿放弃12年的感情，嫁给一个注定短命的病秧子。不会的。裴韵收回手，无措地后退一步。我不相信你会就此放下，若是如此，你怎么会因为血灵芝生气？还有关心阁那日，你还为我伤了柳县。我心生无力。血灵芝那日并非一时生气，我是认真与你道别。至于柳县，我说过，不是我伤的。想到关心阁莫名的大火，我还是不放心地提醒他。我要提醒你一句，他不像表面这么简单，若是要娶她，还请谨慎斟酌为好。言尽于此，我现在已是他人妇，下次你再纠缠，我便要喊人了。说罢，趁他愣神，我打开房门，闪身离开。南阳王府没什么勾心斗角，王爷王妃恩爱，4个儿女都是王妃所生。我入府后，因谢行云身子不好，婆母还特意免了请安。因出嫁那日的风波，我担忧了好几日，可谁都不曾提起。谢行云待我很好，得知我从前在上京时时常在外行医，他便亲自去求王爷，允许我自由出入府，还允许我建医馆，救治穷苦人。他待我真心实意，我便投桃报李，替他钻研解毒之法。奈何他中毒已久，毒入肺腑，只能勉强压制，不叫他太痛苦。岁月静悄悄流逝，又1年中秋，我关了医馆，正要回府，却被一个疯疯癫癫的红衣人挡住去路。那人蓬头垢面，口中不清不楚地说着什么攻略系统，声音很耳熟。我扒开他的头发，竟是柳县。他抓着我的手，一会儿亲昵地喊我阿韵，一会儿凶狠地大骂贱人。我着急回府，正要安排人将他带走，寻他的人便来了。意料之中是裴韵。1年未见，他身上的意气风发消失殆尽，
取而代之的是心力交瘁。见到我，他的神情一时变化不止，有惊喜、哀伤，还有窘迫。他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开口破冰。裴韵自嘲一笑，三言两语将事情说清。1年前，裴韵听了我的话，对柳宪起了疑心。回去后便耐心观察，发现他时常背着人自言自语。裴韵查清了他陷害我的事情，心生厌恶，憋着火要赶他出府。他抵死不肯离开，走投无路，给裴韵下了药。2人当场被裴家人撞破。裴韵被逼着娶了他，自是更加厌恶。那日起，柳宪开始变得疯疯癫癫，总是在找一个叫系统的东西。想来他并没有什么妖法，失去那个系统，便也只是一个普通人，甚至会变得疯癫。而裴韵往后大概要与他相互折磨一生了。我唏嘘不已，正要离开，裴韵又喊住我：韶若，你说你眼中容不下沙子，那你可知谢行云未出事前，也曾与金坛若相许一生？我笑了笑，什么也没说。自然知道。从金家出来那日，我在红盖头下瞧见谢行云手上有一条红线，颜色鲜艳，爱意值80。想来想去，府中也只有金坛若一个人与他相识。他们自小定亲，私下来往并不奇怪。他亲自上京时，想接的人大约也是金坛若，只是他没娶到想娶的，并未将怒气发泄在我身上，我也就当作不知。与不爱的人过日子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才能天下太平。我掀开轿帘，王府朱漆大门前，青衣男子提灯而立，看见马车，他在侍从搀扶下走近。身子不好，怎么还出来吹风？我嗔怪。他摆了摆手，面上挂着如初见时温柔的笑，不碍事。见娘子许久未归，想是外面繁花乱眼，为夫自是要出来迎。他执起我的手进门，手腕上红线亮得惊人，上方暗一值98。回顾过往，我曾盲信这个数值，以为只要他不变，裴韵便永远只爱我一人。实际上，裴韵花了10几年爱我，也会再爱上穷追猛打的柳宪。谢行云爱金坛若许多年，也会在1年之内深爱上我。并非我多有魅力，而是他将我当作唯一的妻子来爱。换成旁人也是一样。我感激谢行云爱我，待我的种种好，也不否认对他的心动，但我永远不会将所有希望寄托在他身上。或许上天给予我看见红线的天赋，便是要我看清世间男子的爱，如同泥沙堆积的宫殿，看似金碧辉煌，实则根基薄弱。求人爱，不如自爱，方能少若春花，不败于泥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。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